普洱茶圈最常听到一句话，叫做越陈越香。一柄老普洱常常被说成是可以喝的古董，年份越老，这个价格就越高。但你喝到的真的是时间转化出来的风味吗？还是你其实是被那张泛黄包装纸背后的故事给说服了呢？欢迎来到茶学笔记。其实2026年有一篇最新的研究发现，普洱熟茶它并不一定是越老就越好喝哦。哇，这句话一出来，应该很多听众或者茶友心里已经开始想反驳了吧？对，所以我们一开始就是要先讲清楚，我们今天讨论的主角是普洱熟茶，不是生普哦。因为熟茶它是经过渥堆发酵的，那生茶是自然后发酵，这两个转化路线完全不同，是不可以混在一起讲的。这个界限画得很清楚。我们今天不是要全盘否定陈年老茶，而是要问大家一个更精准的问题，就是越陈越香这句话用在普洱熟茶上，是不是被过度神化了？没错，这篇发表在国际期刊《食品化学 X Food Chemistry X》的研究呢，他们收集了23款存放年份从2年一直到40年以上的熟普样本，进行了非常完整的解析。收集了这么多样本，那他们是怎么测的？找几位很厉害的师傅来盲测吗？当然不是只靠人啦。这篇研究它是用了感官评测，还有导入了电子舌 （electronic tongue） 以及代谢体学 （metabolomics） 分析，用这3种方法一起来交叉比对。等一下，电子舌这名字听起来超像什么科幻片里面的道具耶？机器真的会喝茶吗？它不会像我们的茶师一样跟你说，哎呀，这茶有枣香啊、樟香或药香啦。但它可以很稳定的去测量像是苦涩、酸、鲜，还有后味跟厚度这类的口感讯号。重点是它完全不受包装跟故事影响，也不会有味觉疲劳或心情状态波动的问题。对耶，其实普洱茶最让新手担心的地方，就是我们经验不足嘛，听不懂也没办法判断真假。茶行老板说，这饼茶的仓储很好，转化得很漂亮，年份很老，我们也只能一直点头，心里想说，那到底好在哪里？确实，这正是很多新手最容易焦虑的痛点。普洱茶迷人的地方就在于时间跟仓储真的会改变风味，但麻烦也在这里，因为年份、仓储一讲下去，新手很容易听不懂，也很容易缴学费。而且很多长辈都会说，普洱就是要放嘛，放越久越值钱啦。大家为了追求那个温润滑顺的口感，花大钱去追20-30年的老茶，但问题是，真的会越放越好吗？所以我常说，普洱茶的陈化真的不是只有时间2个字，真正影响它的除了时间，还有原料、制成、仓储环境、温湿度、通风状况，甚至有没有异味污染。也就是说，那个年份只是线索，不是绝对的保证书。没错，老茶的价值不只在年份，更在于这些年里这块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好，那我想问，一般人讲普洱茶越陈越香，脑中想到的应该都是生茶嘛？那这篇熟普研究的结果，能不能直接套用在所有老茶身上？这个问题非常重要，答案是不能。我们今天研究的是普洱熟茶，不是生茶，它们是2条完全不同的转化路线。我们不能用熟普的数据去推断生茶的陈化表现。好，既然界限划清楚了，那我们就把问题聚焦回熟普本身，它的风味到底是怎么变化的？这就是这篇研究最有趣的发现。熟普的风味变化，它不是一路往上冲的，而是呈现一个上升、下降再稳定这样的一个熟成曲线。所以不是2年输给5年，5年输给10年，然后40年直接拿冠军？不是这样的。研究发现，熟普在长期存放的过程中，苦味、涩感会下降，甜感、醇厚感会提升，但它不是无限上升，而是会出现一个很重要的平衡点。而且这批茶是经过5位受过训练的评审，用标准感官评测方式来打分数的哦。了解，至少这不是只看那张泛黄的老茶纸在打分数。那结果到底怎么样？数据结果其实很惊人。2年的年轻熟茶，它的苦味分数高达8.6分，但是存放的几十年之后，苦味降到了2.95分。
那台很冷静的电子蛇测出来的讯号也大致支持这个趋势。哇，原来前面的渥堆发酵只是先帮它脱胎，还没有换果啊。那到底要放多久，这些杂味跟苦涩才会退掉？在这批样本里面，大约在15年这个取样点，茶汤达到了所谓的感官平衡。所以我们可以把15年到20年前后视为熟普风味很值得关注的成熟平衡区间。那茶在存放的过程中，里面到底发生什么事啊？科学家利用代谢体学，一共找出了313种非挥发性代谢物 （non-volatile metabolites），里面就包含了脂质、有机酸、氨基酸，还有像是末食子酸 （gallic acid） 这类的成分。老师，那个不要说一堆化学名词啦，可以说得简单一点吗？好，我们就用一个比喻啊，熟普熟成的物质变化，很像一个人的人生历练。哦，人的一生怎么说？10年内的熟普，就像刚出社会的年轻人，性格很强，棱棱角角也比较明显。茶里面的苦涩感还很有个性，像儿茶素、咖啡因 （caffeine） 这些成分都还有存在感。所以喝起来可能比较苦，比较冲。随着时间拉长，儿茶素转化，咖啡因下降，口感就会慢慢沉下来。那15年的熟普呢？15年的熟普，在影响茶汤厚度的水进出物上达到一个高点，来到将近54%，涩感大幅下降，苦味从8.60降到2.95。哇，时间真的会把那种尖锐刮口的感觉慢慢磨掉哎。对，达到风味平衡了。这就像是一个人来到了黄金壮年期，整体实力最丰厚、最有底气的时候。那25年呢？我记得看到电子蛇的数据图，25年的苦味好像突然升高了，这不是很反常吗？不是应该越老越温和？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研究里的电子蛇数据确实看到苦味在25年有一个比较明显的高点。研究推测，这可能跟某些代谢物在这个阶段短暂累积有关。所以熟茶不是一路越来越顺，中间也是可能有转折的。对，这就像人生，到了某个阶段，不是永远一路往上冲，而是会进入一个重新调整的转折期。熟茶也是一样的，有些成分转化，有些消耗，所以风味曲线会有起伏。那30年、40年以上的老熟茶呢？难道更老就开始退步了吗？不能这样讲，更老的熟茶不是退步，而是进入了另一种状态。如果说15到20年比较像成熟平衡期，那30年以上的老熟茶就比较像进入了减法人生。减法人生这个说法很好哎，意思是什么？意思是它不一定还在追求爆发力、厚重感，有些提供鲜活感、厚重感的成分，可能经过长时间转化已经下降了。那留下来的是什么？留下来的是更沉、更稳、更滑顺的老韵，但这个前提是仓储要干净，状态要好。所以30年、40年的熟茶不是没价值，而是它追求的已经不是丰富饱满，而是沉稳老韵了。完全正确。我们不能说它不好，而是要知道更老不等于所有的风味指标都继续往上升，这是一条收成曲线，不是无限向上的直线。了解。那既然老熟普比较温和，是不是代表晚上喝也完全没问题了？这里大家要特别小心哦。研究里咖啡因确实有下降，从4.15% 降到了3.29%，但这绝对不是零哦。如果你本来就容易心悸、睡不好，晚上还是不要喝太浓。老茶不是安眠茶，熟普也不是无咖啡因饮料。这句真的很重要。长辈有时候觉得老茶比较温和，晚上就一直喝，结果睡不着，还怪天气不好。比较好的做法是白天喝，饭后喝，晚上就少量淡一点，或干脆不要太晚喝。那另外我想问，市面上假老茶这么多，如果有人拿3年的茶包装成30年，科学有办法抓出来吗？这篇研究有一个很关键的发现，科学家从这300多种代谢物里面精准抓出了14种年份标记物 （age-dependent markers）。这些成分就像是茶叶的时间指纹，
哇，所以以后仪器一照，假老茶就直接现形了吗？这句话不能讲得太满。目前比较精准的说法是，这些标记物未来有机会成为年份判断的辅助工具，还不能说现在一照就能100%鉴定所有的老茶真假，但打击造假的方向已经出来了。了解，所以科学可以帮忙，但我们不能把初步发现直接讲成100%的保证。好，那如果我只是一般人，平常想买手普来喝，到底该怎么选？是不是买15年的来喝最划算？这篇论文一共测试了9个年份阶段，从22年一路到1980年代的老茶，他看的是一整条光谱。一整条光谱。对，而在15年这个取样点表现非常突出。所以总的来说，如果你追求的是风味表现的平衡感，想要顺口、厚度，又不想要尖锐的苦涩，那15到20年前后的手普茶是非常推荐适合的。那除了年份，我们一般人买老手普的时候还要注意什么？买老茶，请记住一个铁律，就是问年份之前，先问仓储。茶放得好，喝起来应该是干净顺口；放得不好，就可能出现闷味、杂味、酸味。所以不能只看包装纸的年份，入口干不干净反而更重要。没错。老茶不是越老就自动加分，如果仓储一团糟，放再久也只是一堆垃圾。如果喝起来不舒服，就千万不要因为它标榜老茶而硬喝。真的。那在日常品饮上呢？长辈常觉得喝老普洱能养生，这观念对吗？这篇研究讲的是风味跟熟成变化，不是治病或减重了。如果要落实到生活，我会建议大家把饭后那杯含糖手摇饮换成一杯干净、顺口、无糖的手普。把饭后那杯含糖饮料换掉，至少这是在帮我们日常习惯做健康的减法。对，要记得，喝茶是好习惯，但不是免死金牌。老茶是风味，不是保证书。今天这集，我们把手普的越陈越香重新摊开来看。15到20年前后，就像黄金壮年期；25年可能会有风味转折；30年以上，则是走向更沉稳的减法人生。不是说老茶不好，而是不要只用年份去判断一柄手普的价值。没错，手普不是越老就一定越好，还要看仓储干不干净，整体有没有平衡感。年份不是答案，年份只是线索。有机会我们再来好好聊聊生普跟手普的越陈越香到底是不是同一回事。如果这集有帮你重新理解老手普，欢迎订阅茶学笔记，也分享给正在买普洱的朋友。我们下集见。